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开枪的声音呢其实非常大。以最常见的9毫米手枪为例，其枪声往往在150分贝以上，可以在300米外听到枪声。就算加装了消音器，也只能降低20到40分贝，依旧能在100米内察觉枪声。而在执行一些隐秘任务时，需要一把安静到极致的武器，这些手枪呢，甚至在10米之外就听不到声音了。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聊这些刺客专用的现代袖剑。想要知道如何制造一把消音武器，我们就要知道为何开枪这一行为会发出声音。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这大兵又在水文，开枪有声音的原因，那不是和放鞭炮一样吗？火药爆炸导致空气压缩，从而产生声音，幼儿园的都知道，还用你解释？但实际上啊，开枪时发出的噪声可不仅仅只有火药爆炸的声音。简而言之呢，枪声主要是来源于3部分：火药气体的膨胀与释放过程中产生的声响，弹头从枪膛射出时产生的声响，以及子弹出膛时的音爆。首先，火药燃烧后产生的气体以极高的速度和压力从枪管中排出，撞击周围空气，产生震动，从而产生噪音。气体在枪管内的急剧膨胀和快速排放会产生类似于爆炸的音响效果。这种音响呢，主要取决于枪管的长度，较短的枪管通常会产生更大的噪声，因为气体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产生更强的冲击波。这一过程和鞭炮产生声音的原理相同，但另一种声音就不太一样了。在火药爆炸产生大量气体之后，这些气体在瞬间产生极高的压力，并推动弹头离开枪管。当高压气体从枪管中快速喷出时，由于气流的剧烈变化，会形成一种高分贝的声音，就像我们在吹哨子。这些气体体积小，但压力极高。这种声音本质上是一种爆炸性声响，类似于空气在瞬间被压缩和释放时的效果。枪管的长度和形状、气体喷出的速度以及气体的温度等因素都会影响声音的强度。最后，弹头在射出枪膛时，如果其速度超过音速，便会产生音爆。音爆是指物体以超过声速的速度运动时，空气中的压缩波无法快速传播到物体前方，导致气压变化在物体周围形成了一个冲击波。这种冲击波在空气中传播时，会发出极为响亮的声音，即我们所称的音爆。当子弹速度突破音速时，气流会在弹头前方迅速压缩，形成一个高压区域。随后，这个压缩波会迅速扩展，并以冲击波的形式传递到周围空气中，形成一声巨大的爆响。即使子弹速度不完全突破音速，也可能由于气流的剧烈变化产生类似的音爆声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某些枪支，尤其是手枪或步枪，射击时会伴随强烈的爆炸声响。以经典的手枪格洛克17为例，其枪口初速为370米每秒，枪声为162分贝。虽然其弹头动能仅有500焦耳，但由于枪管较短，其枪声大小和动能1700焦耳的 AR-15 步枪几乎相同了。所以我们想要降低开枪的声音，就要考虑加长枪管，并减缓高压气体的释放速度，消音器就应运而生了。消声器通常被设计成一个金属管状装置，安装在枪管的末端，作用呢是减缓高压气体的释放过程。具体来说，消声器内的多个膨胀室和孔洞可以帮助气体分散和降低压力，使得气体从枪管中喷出的速度减缓，减少了空气的剧烈冲击，从而降低了冲击波的强度。气体在消声器内流动变得更加平稳，气体与空气的接触变得较为温和，减少了声音的震动。消声器内部通常包含一些吸音材料，比如金属网、泡沫等，它们能够进一步吸收一部分声波和气体的能量，减少声波的反射与传播。这些材料的作用是增加气体流动的阻力，使气体更平稳地排出，而不是瞬间喷出，从而降低噪声。正常情况下，火药在枪膛内的燃烧会瞬间产生大量气体，这种气体的膨胀速度快，压力大，导致爆炸声响。而消声器内的扩展腔体可以有效地延缓这一膨胀过程，让气体逐步释放，瞬间减少爆炸声。
然而，尽管消声器能够大幅降低射击时的噪声，但它并不能完全消除枪声。消声器最显著的作用就是减少由于气体喷出和火药膨胀带来的声音，但子弹出膛后产生的音爆却无法减弱。还是以格洛克17为例，在加装消声器后，其枪声从162分贝降低到116分贝。想要制造一件完全安静的武器，还需要对子弹进行改进。由于手枪子弹弹头轻，为了增加杀伤力，手枪子弹的初速度一直在不断进化。一战时期的 M1911初速为254米每秒，二战时期的 M1932初速为290米每秒，而到现在，美军制式手枪 P320 已经达到365米每秒。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论， M1911的枪声应该是最小的，而事实呢也正是这样。在二战时期，美国就开始为 M1911A1 加装消音器，当时的技术还相对落后，整个消音器不仅笨重，而且阻挡了枪身瞄准器的视野，只能在消声器上再安装一个机械瞄准器。本来为手枪加装消音器，就算是为了隐蔽性，带上这样一个大家伙之后呢，就很难再隐蔽了。而当时的英国做的就比较好了，由于为了支援德战区的游击队和情报人员，英国需要一款便于携带、用于执行隐秘清除行动的武器——维尔罗德消声手枪应运而生。这款手枪使用9x19手枪弹，拥有一个极长的枪管，这实际上是它的一体化消音器。其手枪握把可以拆卸，拆掉之后呢，就是一个圆柱形的黑棍，丝毫看不出枪的影子，因此该武器也被称为自行车打气筒。一般的枪械为了提升子弹出速，都会强调枪膛和枪管的气密性，而维尔罗德手枪的枪身上呢，共有20个孔洞，在子弹点火后，大部分火药的压力都从这些小孔中喷出了，让正常的9x19手枪弹以亚音速从枪口中射出，这极大地降低了子弹的威力和射程。该武器的有效射程仅有20米。不仅如此，由于半自动或自动武器都采用利用多余膛压完成在上膛，而维尔罗德的膛压过低，不足以完成这一操作，因此只能采用栓动式上膛。现代的一些刺客由于买不到专业的消音武器，会手动拆开子弹，取出部分发射药，以图降低子弹的膛压，但这也会导致原本半自动的武器无法完成上膛退弹壳的操作，只能手动打一枪拉一次。虽然存在种种不便，但这些缺点换来的却是极强的隐蔽性。消声武器专家菲利普·达特评价其称，好莱坞式的安静，在5米以外就很难察觉到其枪声了。据传说，当时盖世太保的负责人海德里希就是被该武器所杀的。在维尔罗德消声手枪的故事中，我们察觉到了一个关键词——亚音速，这是该武器成功的关键。在枪身上设计小孔是当时英国的无奈之举，因为当时焦头烂额的英国没有精力为这种小众武器专门设计一条生产线。而在二战之后的冷战呢，美苏双方的谍报人员相互渗透，大量隐秘清除专用的亚音速武器也就应运而生了。冷战时期，许多国家的特种部队和情报机构在执行隐秘清除和秘密任务时，都使用了亚音速武器。这些武器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消声器或者特殊设计来减少枪声，使得行动更加隐蔽。瓦尔特 P22 是一款由德国制造的手枪，因其小巧轻便而高精度，在多国情报机构中广泛使用，尤其是在以色列摩萨德中。这款手枪的设计注重隐蔽性和使用便捷性，能够在近距离内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并且搭配消声器使用时能大幅降低枪声，使得隐秘清除任务更加隐秘。瓦尔特 P22 使用的是9毫米或.22口径的子弹，亚音速子弹的使用大大减少了枪声，使得在进行行动时几乎不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手枪的尺寸小巧，使得它非常适合在城市环境中隐藏，携带和使用都非常方便，适合执行秘密的隐秘清除任务。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之后，以色列摩萨德展开了一场名为“上帝复仇”的秘密任务，并设定了11个需要清除的目标。在一系列复仇行动中，摩萨德特工利用瓦尔特 P22 执行了多个精准的隐秘清除任务。
凭借这款手枪的高隐蔽性和出色的精准度，特工们能够迅速且悄无声息地解决多个目标，甚至有些隐秘清除是在公共场合进行的。但是由于枪声极其微弱，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此举不仅清除了武装分子的高级指挥官，还有效地震慑了国际武装组织。瓦尔特 P22 在这次行动中的成功，使其成为摩萨德及其他情报组织在秘密任务中的重要武器。HK MP5SD 是经典的冲锋枪 MP5 的变种。MP5SD 的 SD 呢，代表 Sound Dilation， 它表明它的射击目标就是减少射击时的声音。MP5SD 消声器的结构是在枪管上钻有30个直径为3毫米的小孔，枪管外套有消声筒，消声筒内有2个分开的气体膨胀室。射击时，一部分火药气体经枪管上的小孔进入后膨胀室，以降低燃气压力，从而减少运动弹头的加速度。前膨胀室用以改变燃气排出的方向，降低侧向排出气流的声响，并使弹头以亚音速飞离枪口，因而在飞行中不会产生激波声响。MP5SD 用普通弹的初速为285米每秒，枪口动能为380焦耳，膛口噪声约为70分贝左右。不过有效射程呢也比较低，为135米，这使得它成为特种部队和情报机构执行隐秘任务的理想武器。MP5SD 的主要特点是其高精度、可靠性以及极低的噪音，它可以在复杂的城市环境或夜间行动中进行高效的清除任务。这款冲锋枪的著名战绩则发生在冷战时期，特别是在东欧地区的多个间谍行动中，尤其是在1980年代，苏联与西方国家的间谍活动频繁，双方为了获取对方的情报，展开了大量的秘密行动。在这期间，西方情报机构比如 CIA 和 MI6 常常使用 MP5SD 进行秘密渗透。最为人知的 MP5SD 使用事件之一呢，发生在1986年。CIA 通过该武器执行了一次针对利比亚的精确隐秘清除行动。在这次行动中， CIA 的特工被派到利比亚，目标是消除一名涉嫌参与武装袭击的高级官员。通过使用 MP5SD， 特工成功接近，并在没有引起任何警觉的情况下完成了任务。由于使用了亚音速子弹，目标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击中了，直到去世后才被发现。这成功的任务不仅展示了 MP5SD 在隐秘清除行动中的高效性，也使其成为了全球特种部队和情报组织的标配武器之一。斯特雷尔诺夫定制消音步枪是苏联在冷战时期为 KGB 和其他情报机构定制的消音步枪，专门用于隐秘清除任务。斯特雷尔诺夫步枪的设计注重隐蔽性和高精度，能够发射亚音速子弹，射击时是几乎没有任何噪声。这款步枪与普通狙击步枪的不同之处呢，在于它不仅集成了消音器，而且为了提高隐蔽性，枪身较短，适合在城市环境或近距离行动中使用。它的高精度和低噪音使其成为冷战时期科克勃执行隐秘清除任务的首选武器。在19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阿富汗的游击队对苏联军队构成了巨大威胁，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军事指挥官和高级目标身上，游击队表现出了强大的抗争精神。为此，苏联决定用特工隐秘清除的方式来削弱游击队的指挥结构。斯特雷尔诺夫步枪被特别选中，因为它能在没有引起注意的情况下精确地消除目标。苏联特工成功利用这款武器，在夜间悄无声息地接近并隐秘清除了多名阿富汗游击队的高级指挥官。这一系列清除行动不仅打击了敌方的领导层，还极大削弱了游击队的战斗力，为苏联军队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支援。此外，斯特雷尔诺夫步枪还被用于其他一些政治清除和秘密清除行动，尤其是在东欧和中东地区。由于其高隐蔽性和精准度，斯特雷尔诺夫步枪成为科克勃在冷战期间进行秘密操作的主要工具之一。虽然这些任务的细节呢，至今仍然充满了谜团，但可以确定的是，斯特雷尔诺夫步枪的存在帮助苏联在多个重要战场上获得了战术优势。亚音速武器在最新的发展中，不仅在消音技术、精确度、材料科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而且也与现代科技，比如无人系统、智能控制、集成化武器系统等相结合了，极大地提高了武器的隐蔽性、精确性和适应性。这些发展使得亚音速武器不仅在传统的军事和特种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在反恐、
执法等非传统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亚音速武器将继续在战术创新和未来战争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